兄弟，看你了。王强拍了拍楚风的肩膀，随后也取出了一颗丹药，递给了楚风。服下它，对你有帮助。楚风看得出来，此时王强给予自己的丹药和先前王强给予张岩峰3人的丹药一样，所以楚风也没犹豫，接过丹药之后便直接吞服而下。其实就算没有见到这丹药的药效，楚风也会毫不犹豫地服下，只因给他这颗丹药的是王强，兄弟间的这份信任自然是有的。而丹药入体，楚风便感觉浑身的血液都为之沸腾了，整个人开始变得精力充沛，并且那感觉越来越强，就感觉浑身的力量都使不完一样。这丹药可真是宝贝，楚风说道。那是自然，这可是那老东西精心准备的，为的就是你们这些进入湖泊内融合神术力量的人。好了，兄弟，可以开始了。记住，当你们4个进入那湖泊之后，那大阵的力量才会真正的释放而出。大阵的力量会帮助你们与那湖泊内的神术力量融合。但是这大阵的时间有限，只有10个时辰，10个时辰之内，你们必须与这湖泊内的力量融合完成，否则便失败了。说完此话，王强又看向山谷下方，对张岩峰3人说道：“我刚刚说的，你们听到了没？回使者大人，10个时辰之内一定完成任务。”张岩峰3人说道：“是不是融合成功之后，那是血魔尊就会现身？”楚风问道：“是的，那个时候你们再将湖泊的力量灌入他的体内就可以了。”王强说道：“明白。”楚风应了一声后，便看向张岩峰3人说道：“3位准备好了吗？”楚风，我们可就等你了。”张岩峰说道。听得此话，楚风笑了笑，随后对看向王强：“兄弟，等我的好消息。”楚风说完此话，便身形一纵，自那悬崖之上飞掠而下，笔直地扎入了那湖泊之中。见状，张岩峰3人也都纷纷跃身而起，跳入了那湖泊之中。当楚风3人进入那湖泊之后，那湖泊便如同喷发的火山一般，磅礴的湖水不断冲天而起，随后又回落到湖中，然后再冲天而起，如此反复，就宛如一只狂暴的猛兽被激怒了一般。而当湖水产生反应之后，那道道相连的石头大阵所释放的光芒也是越来越强，且那强大的光芒开始转移，最终全部转移到了围绕着湖泊的石柱之上。紧接着，那光芒便如同潮水一般，不断的涌入湖泊之中。那可不是简单的光芒，而是大阵的力量。当大阵力量涌入湖泊之后，那湖水便再度冲天而起，并且这一次便没有再下落。这湖水就如同瀑布一般，立在天地之间，仔细一看，更似水龙立于虚空。这场面倒是有些壮观，只是这壮观的场面却只有王强一人欣赏，因为楚风3人落入那湖水之后，就必须用心的感悟周遭的一切。大阵以及湖泊的声势越来越强，这导致这方天地的颤动，甚至周围的岩壁都开始出现裂痕，碎石如雨一般飞落而下。这个样子简直就像是这方天地都快要崩塌毁灭。身处这样的地方，一般人都会恐惧，随之而躲避，但王强不仅没有丝毫惧怕，反而盘坐在悬崖边上，津津有味地看着那湖泊之内的楚风3人。楚风进入湖中，便能够更加清晰地感受到那虚空神术的力量，而楚风也很清楚，想要与这湖泊的力量融为一体该怎么做。所以这对于楚风来说，这并不是一件难事，唯一需要的便是时间而已。尤其是大阵的力量涌入这湖中之后，楚风想要与这湖泊融合，那就是更加简单了。竟然是真的！尝试融合之后，楚风的内心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就如同王强所说，与之融合的时候，的确能够感受到极为浓郁的天地能量，还有磅礴的修武之道。当天地能量以及修武之道混杂在一起，如同暴雨一般，不断向自己冲击而来，这对于苦苦修炼却始终无法顿悟新的境界的修武者而言，简直就是再爽不过的事情。大哥、二哥，你们感受到了吗？好强大的天地能量，好柔和的修武之道啊！感受到了，太神奇了！这天地能量和修武之道可比神之大殿来的要干脆的多，这里简直就是修炼圣地，是真正的修炼圣地啊！此一时，楚风能够听到张博义和张诗睿那兴奋的声音，相比于楚风，他们可比楚风要激动的多。抓紧融合，争取在9个时辰之内便融合成功。张岩峰的声音自湖内传来，而他此话说完，张诗睿和张博义的声音竟也真的就此平息下去。他们都开始认真的感悟周遭的力量，用他们各自的手段尝试与这湖泊内的神术力量进行融合。提醒一句，不要一味的融合，若是感觉自己的修为快要突破，那就尝试突破。你们在这湖泊之内突破，不会引起任何异象，也不会引起任何波动，因为那力量会被湖泊吞噬。简单的说，你们若是能够在这湖泊内突破，不仅没有坏处，反而有助于你们与它融合。王强的声音再度响起，而楚风等人也是听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们都铭记于心。在如此环境之中，楚风的头脑变得格外清醒，之前想不通的问题，现在很快便能想通；之前无法掌握的力量，现在很快便可以掌握。这就像是一个学者，他有许多难题解不开，若是只凭自己苦苦的思索，可能一辈子也解不开，就算解开，也会耗费许久的时间。说到底，只是因为他的学识还不够，眼界不够。但当他遇到一个老师指点他该如何解开难题，他很快就会茅塞顿开，想通一切。这样提升自己的速度，则是要比他自己修炼快得多。但修武者又有些不同，修武者每提升一品修为，都需要自己领悟，哪怕境界再高的修武者，都很难提点你，也很难教会你如何突破。所以修武者与修武者之间很难出现真正的老师，最多就是传授你功法或者武技，在修炼方面给你一些指引，但真正的修炼还要考个人。因此对于修武者而言，更像是老师的不是人，而是修武之道。修武之道就是指点修武者解开难题的指引者，也是修武者最想得到、最想领悟的。
而越是柔和的修武之道，能带给修武者的东西越多。眼下的楚风周身的修武之道和天地能量便是极其柔和的，这对于楚风修炼来说有着极大的帮助，比他自己一个人冥思苦想效果要快上数倍都是不止。就这样，不过短短半个时辰之内，楚风便感受到了突破的契机，并且成功的突破成功。至于后面想要突破，倒是变得难了不少。不过当楚风在进入此处的第7个时辰之后，他则是再度成功突破。不过短短7个时辰之内，楚风便连续突破2重修为，从1品尊者踏入了3品尊者的地步。当第2次突破成功，修为踏入3品尊者境之后，楚风也继续修炼，领悟这周遭的天地能量和修武之道，但是所得到收获却是越来越少。楚风也是知道，想要继续突破，怕是无望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当第2次突破成功之后，楚风能感觉到这湖泊的力量变得不一样了，在自己的体内也拥有了相同的力量，而那湖泊就宛如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一般。楚风尝试了一下，已是可以运用这湖泊内的力量。楚风看了一眼周围的张岩峰3人，又看了一眼自己，发现相比于张岩峰3人，楚风的身体周围开始散发淡淡的幽光。简单的说，此时的自己已是与张岩峰3人不一样了，看来是成功了。楚风沾沾自喜，自己的领悟力总归还是没有丢人，至少是快了张岩峰他们3人一步的。不过这张岩峰的本事也是不弱，在楚风融合了半个时辰之后，他的身体也是散发出与楚风一样的幽光，并且在其散发出幽光之后，张岩峰便第一时间看向了楚风。在那一刻，楚风注意到张岩峰的目光中有着一丝丝失落，想必应该是因为楚风快他一步而导致的吧。但这张岩峰倒也是有风度的人，发现楚风看向自己之后，笑着对楚风点了点头。而那一瞬间，他眼中的失落不仅消散，反而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也是充斥着敬意的。从这一点，楚风便知道张岩峰不仅仅天赋力要得，此人心性也是不错。虽然他和王强一样无耻，但本性应该是不坏的。这感觉，忽然楚风脸色大变，他发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楚风发现自己丹田内的那颗神树种子就好像苏醒了一般，而当他苏醒之后，竟然开始吞噬楚风的修为。不是楚风的武力，而是修为。楚风能够感觉到自己运用了大量的天地能量，修炼而来的修为正在被那神树种子所吞噬，并且吞噬的速度极快。眨眼的功夫，楚风便从3品尊者变成了2品尊者。怎么会这样？这一下楚风可慌了，自己突破1重修为是多么的不易，结果就这样被那神树种子给吞噬了。更可怕的是，那神树种子在楚风的修为从3品尊者变成2品尊者后，那神树种子还在吞噬楚风的修为，并没有停止的意思。靠！我说大哥，你这是干嘛？你不给我帮助也就算了，你还吞噬我修为！楚风慌了，说不慌是假的，这修为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可现在就这也能够被神树种子给吞噬了。若是继续这样下去，那自己的修为岂不是就白白的就这样没了？可是很快，楚风便发现那神树种子吞噬自己修为的速度变慢了，终于在楚风的修为被吞噬到1品尊者的时候停止了下来。此时，原本不知所措的楚风倒也是冷静了一点，将自己的意识投射到丹田，开始仔细观察自己丹田内的情况，这是怎么一回事？但这一看不要紧，楚风惊愕地发现，在他的丹田内竟然发生着诡异的一幕。丹田之内宛如一个浩瀚修武界，在这世界的中心是神树种子，神树种子之外便是楚风的血脉之力，也就是9只雷霆巨兽。此时，神树种子不但释放出绿色的气焰，如绿色的涟漪一般，那气焰覆盖了丹田内的9只雷霆巨兽，而雷霆巨兽被那绿色气焰覆盖之后，楚风的血脉之力被封锁，无论是雷纹，而是雷霆铠甲，这天级血脉的力量，楚风都无法使用了。不对，但很快，楚风便发现，似乎不是那神树种子释放的绿色气焰，而是那9只雷霆巨兽在吞噬神树种子所释放出的气焰。准确来说，是在吞噬神树种子的力量。不对，那绿色气焰和雷霆巨兽吞噬的力量是完全不同的力量。但紧接着，楚风又发现，此时从神树种子中剥离而出的力量有2种，一种是神树种子主动释放出来的绿色气焰，它正在用那力量攻击雷霆巨兽，只不过它的攻击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另外一种力量是无形的，而雷霆巨兽所吞噬的力量正是那无形的力量。这无形的力量不是神树种子主动释放而出的，而是雷霆巨兽强行从神树种子的体内吸取而出。难道说我体内的血脉之力在和神树种子战斗？楚风有了这个念头之后，又开始继续观察，而很快楚风便确定了这个想法。雷霆巨兽和神树种子的确是在进行对决。楚风不明白，好端端的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难道说是雷霆巨兽在宣示自己的主权？毕竟雷霆巨兽一直盘踞在楚风的丹田之内，而楚风的修为也都聚集于丹田之内。忽然出现了一颗神树种子，雷霆巨兽宣示主权，倒也能够理解。大哥，你们打架能不能别影响我啊？楚风哭笑不得，好不容易修炼来的2品修为，就因为神树种子和雷霆巨兽打架而没了，并且就连自己的血脉之力也被封锁了。最无奈的是，对于这种情况，楚风是完全没有办法插手，更是没有办法阻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自己却是无能为力，太悲哀了。早知道我就不登上那狗屁神树王座了，什么修炼真品，没见过这样的修炼真品，不能帮我提升修为也就算了，反而吞噬我的修为。楚风怨声载道，但却也只能默默在心里咒骂。毕竟他若是说出来，别人根本就不会信。毕竟连楚风自己也是头一次听说，原来血脉之力还会和修炼真品打架。但是后来又楚风发现，自己的修为似乎不是真的被神树种子吞噬了，而是被神树种子压制了。
尽管神树种子对雷霆巨兽发动的攻势没有对雷霆巨兽造成任何伤害，但却压制住了楚风的修为以及雷霆巨兽的一部分力量。这就是楚风为何修为会减退，并且无法使用雷纹以及雷霆血脉力量的原因。后来经过楚风的反复确认，他也是确认了这一点。这样来看的话，只要他们神树种子和雷霆巨兽的这场战争停止，那么楚风的修为便可以恢复，同时那雷纹和雷霆铠甲的力量也可以恢复。随着楚风恢复冷静之后，判断力也是随之提升。而根据楚风的判断，他觉得这场战争应该就是雷霆巨兽挑起的，因为自从神树种子进入楚风的丹田之后，那9只雷霆巨兽就一直围绕着神树种子。起初楚风并未在意，可是现在仔细回想一下，应该是雷霆巨兽在观察神树种子。最终雷霆巨兽还是发起了这场战争，而他的出发点绝对不是简单的宣示主权，而是想要吞噬神树种子。雷霆巨兽是想夺得神树种子的力量，而这9只雷霆巨兽毕竟是楚风的血脉之力，若是他们真的能够夺得神树种子的力量，那对于楚风来说也只是好事，而不可能是坏事。当发现这样一个惊人的真相之后，楚风倒是平衡了不少。搞了半天是我的血脉之力，发现我没办法炼化这颗神树种子，所以帮我炼化它了。从这一点来看，我这血脉之力还是很不错的嘛。楚风自我安慰起来，但其实也不算自我安慰，毕竟这也是发生的事实，只是楚风不知道雷霆巨兽要多久才能将这神树种子炼化。毕竟楚风可不想修为和血脉之力一直被压制。虽说这种状态下修炼是可以的，可楚风却知道这种状态下若是尝试突破，那是非常难的。毕竟楚风突破修为靠的就是血脉之力，而自己的血脉之力再和别人干架，这还怎么突破？因此楚风希望这场他无法控制的对决快一点结束。成功了，成功了！忽然传来了阵阵喜悦的声音响起，是张诗睿，我也成功了，我也成功了。紧接着张博义激动的声音也是随之响起。顺声观望，楚风发现张诗睿和张博义的身上都是散发出了那悠悠光芒，说明他们两个都已经成功与这湖泊之内的力量融合了，这气息突破了。猛然间楚风发现张诗睿和张博义的气息变了，本来他们两个的气息都是9品5仙，可是现在却已是1品尊者。不过楚风却也没有太多的惊讶，毕竟早在进入这湖泊之前，王强就已经说过，融合这湖泊力量的时候，只要用心领悟是可以突破的。而楚风都可以连续突破2重修为，张诗睿和张博义都是修炼天才，突破1重修为自然不难。哎呦不错呀，竟然都突破了。忽然张岩峰的声音响起，大哥大哥，你应该也突破了吧？你现在是2品尊者了吗？别藏着掖着了，你肯定突破了，快让我们看看你突破到哪一重了。张诗睿和张博义都来到张岩峰身旁，用那期待的小眼神看着张岩峰，嘿嘿，可别吓着你们。张岩峰露出利奥得意的笑容，随后便释放出了自己的气息。3品尊者，此时张岩峰的修为乃是3品尊者，他竟如楚风一样连续突破了2重修为。我擦，大哥你这也太厉害了，竟然连续突破2重。张博义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张诗睿也同样是满眼的惊讶，看着这样的弟弟妹妹，张岩峰脸上的得意之色则是更浓了。很显然这正是他所想要看到的结果。完了，伤自尊了，你突破1重就行了，你突破2重，那和我们两个的差距不就越来越大了吗？可是惊讶过后，张诗睿则是有些不高兴了，就是这让我们两个怎么追？紧接着张博义也是撇了撇嘴，这可不能怪我呀，之前我们都登上了虚空之座，尽管那里蕴藏的天地能量和修武之道不如这里，可也非同小可呀，否则咱们的族长大人也不可能突破道至尊境，而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悟得了突破的契机，只是没有尝试突破而已。所以准确来说，我是在那虚空之座之中就已经突破了1品修为，而在这湖泊之中又突破了1品修为，加到一起才有了这2品修为。但是按理来说，我能从那虚空之座中寻找到突破的契机，你们两个不可能领悟不到啊！你们自己问问自己，是不是没有用心领悟，没有用心修炼？话到此处，张岩峰的脸色则是发生巨大的转变。原本他还想安慰自己的弟弟妹妹，所以在耐心的解释，可是解释之后，他又发现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自己弟弟妹妹的问题，所以他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张诗睿和张博义先是目光闪躲，随后在他们的脸上都是露出了尴尬的笑容，而这个样子的他们倒也是承认了，他们并没有认真修炼。你们两个是不是脑袋进水了？这么难得的修炼机会，你们居然浪费！见二者竟然承认起来，张岩峰顿时大怒，就连目光都是变得凌厉起来。他可不是装的，他是真的生气了。大哥，真不是我们不用心修炼，而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太多了，让我们分了神。对，妹子说的对，当时在那神之大殿内，总是有事情发生，谁能安心修炼啊？张诗睿和张博义辩解道：“你们在骗谁呢？当时我也在虚空之座之上，虚空之座如何，我会不清楚。你们若是用心修炼，完全可以进入入定状态。入定状态下，外面就算再怎么吵闹，都无法影响你们，因为你们根本就听不到。说起来，还不是你们不用心。你们当时可有看到那金色果实？多少人想得到？有多少人想要登上虚空之座？他们没有这个机会，可是你们有。但是这么难得的修炼机会，就这么让你们浪费了。你们对得起族长大人的培养吗？对得起你们自己吗？”张岩峰的声音越来越严厉，而他脸上的怒意也是越来越浓，那个架势简直就像是快要忍不住动手教训他们2人了一样。看得出来，他是真的生气了。不过这也不能怪他生气，就如张岩峰所说，修武者是讲求机缘的，但这种机缘是很少遇到，遇到了就应当把握住，错过了的确太可惜了。我们在张岩峰的训斥下，张诗睿嘟着个小嘴，委屈的不行。
但却又不敢顶嘴，生怕说错一句话，而换来张岩峰的一顿臭骂。可是忽然，他一个闪烁的目光捕捉到了楚风，他发现不远处的楚风不仅早就与这湖泊的力量融合，还在笑眯眯地看着他们，那俨然就是一副看好戏的架势。楚风，我大哥连续突破2品修为，你突破了多少？你可是楚轩辕之子，按理来说你应该连续突破3品才行吧？不对，起码应该4品。我们踏入的只是虚空之作，而你却是登上了那传说中的神树王座。快展示一下你的修为，让我们开开眼，让我们亲眼见识一下楚轩辕之子的天赋到底是多么的惊艳。张师睿指着楚风说道：对，楚风兄弟，快让我们开开眼界，见识见识吧。见状，张博义也是赶忙开口转移话题，这是再明显不过的转移话题，他们就是想把话题转移到楚风的身上，来逃避张岩峰的斥责和咒骂。而最令楚风无奈的是，张岩峰还真就被他们2个转移成功了。此刻，张岩峰也是用那渴望的目光看着楚风，并且他的渴望之色比张师睿和张博义更加浓郁。倘若说张师睿和张博义问起楚风修为的问题，只是想转移话题的话，那么张岩峰则是不同，他是真的想要知道楚风到底提升了多少修为。对于这一点，楚风倒也能够理解，毕竟每个人都有攀比之心，而天才之前的攀比，自然便是天赋的强弱。楚风兄弟，你突破了多少？果不其然，张岩峰不仅用那渴望的眼神看住楚风，他最终也是开口了：兄弟，到底突破了多少？让他们看看！惊掉他们的下巴。湖泊之外也有声音传来，是王强。此时王强就坐在悬崖边上，盘着个腿，也不会知道从哪弄来那么多神树果实，而那珍贵的神树果实在他手里就跟苹果一样，在大口大口的吃着。这个家伙才是真正的看热闹不怕事大，是真正的吃瓜群众，怕是要让你们失望了。楚风无奈的一笑，随后他的气息也是释放而出。一品尊者，一品尊者。感受到楚风的气息后，张岩峰以及王强4个人都是微微一愣。兄弟，你这就不厚道了吧？怎么能耍人呢？王强说道。楚风兄弟，在我们面前没必要这样吧？就是我们又不会嫉妒你，突破多少就突破多少呗，何必隐藏呢？楚风兄弟，你真不用顾及我们的感受。莫说突破4重修为，就算你直接突破到了尊者巅峰，我们也是能够接受的。张师睿和张博义催促道。没必要骗你们，我楚风也不是那种人，突没突破的已经不重要了，反正我此时的修为就是这个样子，已经给你们看了。楚风笑着说道。他只能这样说了，不然怎么说呢？难道告诉他们说自己连续突破2品修为，自己真正的修为已经是3品尊者了，但最终却因为自己丹田内那血脉之力和神树种子打架，导致自己的修为被压制了？说出来他们也根本不会信啊。所以你是认真的？张师睿问道。楚风点了点头。猛然间，那张师睿发出了驴一般的笑声。没错，就是驴一般的笑声，若非亲眼所见，楚风都不会相信居然有人能发出驴一般的笑声。虽然笑声有点难听，但张师睿笑的那叫一个开心，他捧着自己的肚子笑得前俯后仰，丝毫不掩饰自己对楚风的嘲讽。楚风，你这也太丢人了吧，你毕竟是楚轩辕前辈的儿子啊，怎么连1品修为都没有突破？若说你在神树王座内没有收获，这倒也能够理解，毕竟神树王座内那神树种子本来就是非常难以得到的。可是这湖泊内的天地能量如此浓郁，连我这样的资质都能轻易突破，你这种天赋的怎么会没有突破？看来楚轩辕之子也不过如此啊。张师睿就像是终于带到了一个羞辱楚风的机会一般，他开始毫不留情地羞辱楚风。这也难怪，毕竟他之前在楚风手上吃了亏，而他又偏偏是一个记仇的人，这次带到机会自然是要好好羞辱楚风的。师睿不得无礼。张岩峰开口说道。怎么了？还不让人说实话了？你刚刚还说我们不努力修炼，我看着楚风也是不努力修炼，否则为什么我们都突破修为了，就他没有？我现在这样说他也是为他好，是在激励他，让他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然而张师睿却是不依不饶，随后又继续对楚风训斥了起来。他的语句非常的难听，比张岩峰训斥他的时候可要难听多了。那已经不是训斥，也不是嘲讽了，而是人身攻击。臭丫头，再说我兄弟，老子可就要脱衣服了。悬崖上传来王强的声音，他说做就做，竟然真的在脱衣服。使者大人，我错了。看到悬崖上那正在脱衣服的王强，张师睿顿时吓得小脸煞白。看到这一幕，楚风不仅不气，反而笑了。别人可能觉得这个张师睿蛮不讲理，甚至咄咄逼人，但楚风倒是觉得这个丫头其实挺有趣的。4位小友辛苦了。就在此时，又有一道声音自那悬崖上面传来。听到那个声音之后，楚风等人都是赶忙将目光投了过去。他们听得出来，那个声音不是王强的，而不是王强，自然而然便应该是那个强大的存在，是血魔尊。果不其然，此时在王强的身旁出现了一道身影，这个人就是之前一直与王强待在一起的那个活死人，而他也正是血魔尊。看到是血魔尊，楚风便仔细打量起来，本想看出些什么，但楚风看不透纱布内的真面目，只能感觉到那浓郁的远古气息以及深不可测的力量，所以楚风可以确定这是血魔尊，的确是一位来自远古时期的修武高手。属下张博义拜见秦昆仑大人。不是拜见是血魔尊大人。见到是血魔尊，张岩峰3人竟有些紧张，尤其是张博义，更是连是血魔尊的名字都叫错了，这可把他吓坏了。魔尊大人，属下无能，竟然口误，望魔尊大人严惩。此时那叫错名字的张博义更是主动开口，请求是血魔尊惩罚于他，而他这可不是假惺惺的，是发自内心的，是极为真诚的，在请求惩罚，叫老夫秦昆仑其实也没有错，不要在意这些。
是血魔尊笑着摆了摆手，紧接着一阵微风落入湖中，将跪在湖水中的张岩峰三人搀扶了起来。他的态度可谓非常的和善，就连语气都是非常柔和的那种，完全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反而像是一个和蔼的老人。见这是血魔尊这般，楚风对他的第一印象倒也是非常不错。尽管他满身缠着纱布，看上去很是怪异，可至少此刻他的态度当真是极好的。虽说楚风没有施以跪拜大礼，但却仍是弯腰抱拳，施以一礼：“晚辈楚风拜见前辈。”楚风小友，这件事本与你无关，你却愿意出手相助，老夫在这里多谢了。是血魔尊竟也冲着楚风施以一礼：“前辈您这样说就是见外了。我与王强乃是过命的交情，既然这件事与他有关，那便是我楚风的事。”楚风说道：“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讲义气了吗？真是后生可畏啊。”是血魔尊笑了笑，随后对楚风等人说道：“说正事吧，你们此时已经与这虚空神术的力量融合了，但是因为有阵法的加持，若是没有阵法的加持，可能会有一些痛苦，但唯有取消阵法的力量之后，你们才能真正的掌控那虚空神术的力量，才能真正的将那神术力量灌输于老夫体内。接下来，老夫会解除阵法的力量，而你们也将真正的面对那湖泊内神术的力量。希望你们做好准备。”是血魔尊说道：“魔尊大人，属下已准备好。”张岩峰三人抱拳说道：“前辈，开始吧。”楚风也是说道：“记住，坚定你们的信念。”是血魔尊说完此话，便大袖一挥，那山谷中的石阵竟然全部破碎开。而当石阵破碎之后，那原本飘在半空的湖水也是携带着楚风四人跌落而下，再度落入山谷之中。而下一刻，阵阵撕心裂肺的声音也是随之响起，是张岩峰、张博义以及张诗睿等三人。此时他们都在发出皆是双手抱头，发出凄厉的惨叫，在湖水之中挣扎，那个模样就跟快要死了一样。而楚风虽然没有如他们那般发出惨叫，可却也是紧咬牙关，脸色变得非常难看，显然也是在承受着某种痛苦。坚定信念，否则会死。是血魔尊的声音再度响起：“会死，老东西，你，这是什么意思？”听得此话，王强顿时面露怒色：“融合的代价而已。”是血魔尊说道：“代价？这代价如此危险，你先前怎么没有与我说？”王强怒问道：“你好歹也是修武者，这种事情还用我说吗？多少修炼圣地，修武者需要以性命为代价，才能捞到一点好处。远了不提，就提虚空神术内的神之大殿，他们不愿意走捷径，不愿意炼化他人之灵魂，就必须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才有机会进入神之大殿。说实话，若不是你那兄弟，那些人在进入神之大殿之前便已经死掉了。可哪怕最终凭借着你兄弟的帮助进入了神之大殿，他们又获得了多少好处？那好处可有我这湖泊内的好处大？”是血魔尊问道。这王强本来还想反驳，可是仔细一想，是血魔尊说的好像是很有道理。我这只是会带给他们痛苦，是有死的可能，但只要坚定信念，便无碍。是血魔尊继续说道：“但你也应该提前告诉我，早知道如此危险，我就不会让我兄弟他来帮我了。你这不是陷我于不义吗？”王强一脸自责，他之所以如此自责，是因为他让楚风置身于如此凶险之地，为何不让他帮你？如此修炼的机会，你想让你兄弟错过，那你不是帮他，而是害他。是血魔尊说道：“可是没有可是，你不能因为他是你兄弟，就不让他置身于危险之中。若是那样的话，他这一辈子就只能是一个弱者，任人欺凌，任人践踏。若是那样活着，有何意义？”是血魔尊反问道。王强不语，道理他都懂，而他也了解楚风的性格，如果让楚风自己选，楚风多半也会选择冒险，只是他的心里还是难受，还是自责。毕竟楚风选择进入那湖泊，是因为想要帮他。行了，别想那么多了，你兄弟意志之坚定，简直少有，凭借他的信念和意志力，根本就难不住他。倒是那三个小鬼，这个下去可就危险了。是血魔尊将目光投向张岩峰三人，见状，王强也是将目光再度投入了湖中，这才发现是血魔尊说的很对。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楚风的脸色已经没有那么难看，很显然楚风已经渐渐适应了。倒是张岩峰三人的情况还没有缓解，尤其是张诗睿，他脸上的痛苦之色越来越浓，就像是快要坚持不住了一样，这让王强的心中产生了不解。奇怪，我兄弟他各个方面都要强于那三个家伙，怎么他们都在那湖泊内突破了，我兄弟没有？王强低声说道，尽管他说的声音很低，乃是喃喃自语，但还是被其身旁的是血魔尊听到了。谁说楚风他没有收获的？是血魔尊问道。难道有收获？王强问道。突破了2重修为，现在的真实修为是3品尊者。是血魔尊说道。竟然突破2重修为，这该死的家伙，竟然连我也骗！王强嘴上不高兴，但脸上都乐开了花，分明是在为楚风突破修为而感到高兴。嘿嘿，我兄弟还是厉害。那张岩峰靠着虚空之作内的领悟，再加上湖泊内的领悟，才能突破2品修为，而我兄弟只靠着湖泊内的力量，却能突破2品修为。嘿嘿，我就说嘛，我兄弟怎么会输给他？但是这小子竟然骗我，真是欠揍！不是他故意隐藏修为，应该是神树种子搞的鬼。是血魔尊说道。哇，神树种子是神树王座内那修炼真品？你的意思是说我兄弟他得到了神树种子？王强变得更加兴奋起来，一定是得到了，只有神树种子才会引起他血脉之力的变化，而神树种子不是那么容易被炼化的，他会进行反击，所以才导致楚风的修为变弱了。但实际上他的修为并没有减退，待神树种子被他的血脉之力炼化之后，楚风的修为便可以恢复。是血魔尊解释道，只是恢复修为，那好处呢？王强问道。你猜？是血魔尊卖关子的看了看王强，切，
王强瞥了是血魔尊一眼，看是血魔尊的样子，王强能猜到，当神树种子被他体内的血脉之力炼化后，楚风一定可以获得好处。魔尊大人，我不行了，求您救救我！刺耳的尖叫响起，那张诗睿发出了求救的声音，他仍在挣扎着，但却表现出了已经坚持不住的架势，坚定信念，控制住自己。是血魔尊开口说道：“前辈救我，前辈救我！”然而张诗睿却仿佛听不到是血魔尊的提醒一般，只是在不断的求救。前辈，他似乎撑不住了，您可否出手相助？楚风开口说道。楚风尽管也非常痛苦，但是他不仅能够抗下来，还可以去观察别人。楚风发现，虽然张岩峰、张博义、张诗睿都很痛苦，但张岩峰已经渐渐好转，而张博义还能稳住，继续下去定然也能扛过去。可唯有张诗睿不行，继续下去，张诗睿定会爆体而亡，那可不是开玩笑的，而是真的会死。老夫若能出手相助，早就出手了。楚风、小友，如今与那力量相融的是你们四个，只能靠你们自己，就算帮忙，也只能是你们四个互相帮助。但是这力量的强弱，你们应该比谁都清楚，自己都是自顾不暇，又如何帮助他人？所以你们现在真的只能靠得住的，唯有你们自己。是血魔尊说道。然而他此话说完，楚风便在水中艰难地游荡起来。他来到了张诗睿的身旁，且用自己的双手分别放在了张诗睿的两边太阳穴上。紧接着，楚风体内便有精神力融入张诗睿的脑海之中。楚风是在帮助张诗睿。楚风，小友，你这样做很危险，会害了你自己。见此情形，是血魔尊都是开口相劝。前辈也说了，只有我们四个与这力量相融，我们四个便是一体。若是我们能够互助却不互助，那便会失去一个帮手，这是我们四个的损失。楚风说道。听得此话，是血魔尊的目光也是有所变化，随后不由得看向了身旁的王强。我这兄弟就是这样，不然我也不会这么看重他，当初就是被他这无私的精神所征服的。王强说道。对于王强的夸赞，是血魔尊只是说了一句话：你这兄弟能成大事。在楚风的帮助下，原本快要死去的张诗睿开始渐渐缓解，而张岩峰和张博义也随之缓解，最终他们四个人脸上的痛苦之色都是开始消散，他们四个都成功的坚持了下来，与那湖水中的神术力量彻底融合。楚风，我看着眼前的楚风，张诗睿神色复杂，他先前是真的觉得自己快死了，他几乎能够确定继续下去他一定会死，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得救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救他的人不是血魔尊，也不是他的两个哥哥，而是楚风。但是就在刚刚，他还在嘲笑楚风，尤其是眼前的楚风，不仅脸色惨白，眼中更是布满了血丝，那状态比他的两个哥哥还差。张诗睿又不傻，他很清楚楚风是因为帮他才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他的内心非常复杂，充满了内疚和自责，觉得自己非常对不起楚风，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坏的人。谢谢的话就别说了，以后别乱喷人就行了。楚风笑嘻嘻地说道。楚风本来是想逗张诗睿开心，不想他有太多负担。尽管张诗睿的嘴不太好，性格也有些刁蛮，但楚风看得出来，这个丫头其实本性不坏，楚风对她的印象倒也还可以，否则也不会出手救她。还真别说，楚风这样一逗，张诗睿原本憋着的小嘴忽然裂开了，他是想笑的，可是不知为何嘴巴裂开后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哭的样子很难看，但也是真的很难过，更多的仍是愧疚。他很想对楚风说些什么，但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敢说，不好意思说。见状，张岩峰和张博义则是赶忙跑了过来。这你们看到了，我可没欺负他。楚风解释道。而其实不用楚风解释，张岩峰和张博义也都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所以他们对楚风也是充满感激。楚风兄弟，多谢了，刚刚你所做的我们都看到了，真的多谢你了。若不是你，我妹妹她绝对撑不过来，真的是万分感谢。张岩峰对楚风深深的鞠了一躬。楚风兄弟，先前多有得罪，还望见谅。而张博义的情绪更是激动，他竟然直接跪在了楚风面前。起来起来，这是干嘛？楚风赶忙将张博义搀扶了起来。楚风兄弟，从今日起，你不仅是我妹妹的救命恩人，还是我张博义的救命恩人，以后哪怕上到上下火海，只要你一句话，我张博义万死不辞。张博义擦拭着自己的眼角，他竟然也哭了。他也是因为内疚自己的内疚遭遇生命危险，自己却无能为力，同时也是庆幸楚风出手相助，才保住了他妹妹一命。看得出来，他们兄妹三人的关系真的很好。行了，小事一桩，我说了，我们是一体，至少现在是，我们缺一不可，否则这会增加帮助前辈融合这神术力量的难度，我们这任务还没完成呢，可谁都不能倒下。楚风说道。楚风兄弟，我张岩峰看得出来，你是一个真汉子，废话就不多说了，但楚风兄弟，这份恩情，我们兄妹三人铭记于心。张岩峰抱拳说道。我有一个提议，要不让你妹妹以身相许吧。悬崖之上传来了王强笑嘻嘻的声音，而他这一开口，倒是让湖中这凝重的气氛顿时缓解了不少。四位小友，既然已经彻底融合，便请你们帮助老夫完成这最后一件事吧。就在此时，是血魔尊的声音响起，并且当他说话的时候，他已是来到了半空之中，那山谷的上方。此时张岩峰三人都是激动不已，已经做好了要向是血魔尊的体内灌输力量的准备。可楚风却是忽然开口，前辈，我们要怎么做？楚风问道。他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楚风知道这湖泊的力量究竟有多强。楚风他们四个人只是与这湖泊合为一体，而不是将这湖泊的力量为自己所用，就差点死去。若是真的将这湖泊的力量全部融入到是血魔尊的体内，那么就算他再强，也未必承受得住。况且楚风觉得，若是血魔尊真的能够承受得住，也根本就不需要楚风他们帮忙了。是血魔尊他大可以
自己跳入这湖中，直接将湖泊内的力量吸入自己体内，根本不需要眼下这多此一举。于是楚风认为，就算灌输力量，也应该需要其他手段，而不是直接灌入他的体内。在楚风看来，直接将这神术力量灌输到是血魔尊体内是很难实现的事情。楚风小友这个问题算是问到点子上了。老夫之所以需要你们帮忙，是因为这虚空神术的力量非常狂暴，哪怕你们此时与它融合，可以催动于它进入我的体内，但老夫也是难以承受。不过有了这个便不一样了。是血魔尊说话间，只见其手指一弹，便有一道黑色物体飞掠而出。那物体起初不过指甲大小，但很快便化作了100米之大。那是一口鼎，一口黑色的鼎。这黑鼎并不精致，甚至有些粗糙，可在黑鼎之中竟有阵阵风声。但若仔细听来，那根本就不是风声，而是咆哮声，无数猛兽的咆哮声。只是听到这声音，便知道这口鼎绝对很不简单。将你们的力量灌输到这黑鼎之中，是血魔尊说道。遵命。收到是血魔尊的指示后，楚风等人便立刻行动起来。他们开始催动湖水中的神术力量，向那黑鼎之中灌输而去。这一开始催动，水柱便如龙一般拔空而起，直奔黑鼎而去。经过先前那险些丢掉性命的洗礼，楚风4人已经彻底与湖水的力量融合，因此眼下他们来催动这湖水的力量，可以说是非常轻松。所以他们能够注意到，当那湖水进入黑鼎之后，黑鼎竟释放出黑色气焰，黑色气焰之中布满了符咒，如万千兵马在黑鼎之外排兵布阵一般。与此同时，黑鼎的力量对湖水内的力量进行了改变，应该是让那力量变得柔和的改变。但好景不长，随着湖水的力量不断涌入黑鼎之内，那黑鼎竟然颤动起来，并且颤动越来越强，大有支持不住的架势。而就在此时，那是血魔尊轻喝一声，当他那个定字从他说出的一刹那，楚风感觉自己的灵魂都是为之一颤。不仅如此，就连这方天地内的天地能量都受到了影响，而那原本颤动的黑鼎更是不再颤动。好强！楚风内心已是波荡起伏，只是轻声一喝，便能搅乱天地，压制黑鼎，这是何等力量！不过随着湖水的力量不断涌入黑鼎内，黑鼎又开始颤动，但是也都被那是血魔尊轻易的压制住。尽管从表面的威势上看，无论是黑鼎还是血魔尊都没有太大的威慑力，看上去可以说压制的非常平淡，但楚风却知道是血魔尊已经渐渐废力，而能够让是血魔尊这等强者废力，这不仅那黑鼎难以压制，更是说明了湖水之中的力量究竟有多强大。不，那并非是湖水的力量，准确来说是虚空神术的力量。此时楚风终于知道为何是血魔尊如此强大，却还要他们帮忙了，因为是血魔尊必须全力的压制那黑鼎。这件事除了他似乎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得到了，但压制黑鼎的同时，又需要有人将虚空神术的力量灌输到黑鼎之中，因此才需要楚风等人的帮助。就这样过了足足1个时辰之久，楚风等人终于将那湖水内的全部力量灌输到了黑鼎之内。此时楚风等人所在的湖泊之中，虽然湖水少了许多，可仍有不少湖水在，这座湖泊终究还是在的，只不过丧失了虚空神术力量的湖水已是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就如正常的水一般。而楚风等人也是彻底失去了虚空神术的力量，因为眼下所有力量全都被灌入到了那黑鼎之中。此刻是血魔尊立于虚空之上，他一只手指着那尊黑鼎，而另一只手则是握着一张符纸，口中也是念着楚风等人所听不懂的咒语。尽管威势并不骇人，但楚风等人却是看得聚精会神。他们都知道是血魔尊所做的事绝对不是眼前看到的那么简单。忽然是血魔尊手臂一扬，手中的符纸便飞向了那黑鼎。风这一声轻喝，那符纸顿时光芒大盛，且落到了黑鼎的顶口处。而当光芒消散之时，人们发现那符纸已经不见了，但是符纸上面的复杂符咒却是印在了黑鼎之上。楚风能够看到黑鼎内的虚空神术之力是水样的物体，但他们却很狂暴，如无数只凶兽想要挣脱牢笼。他们不断的尝试从顶口冲出来，奈何每当靠近顶口，便有无数符咒闪烁光华，化作透明的屏障，将那股力量给硬生生的挡了回去。果然就如楚风等人所想，是血魔尊那看似简单的手段，实则力量极强，否则又怎么镇得住如此狂暴的黑鼎以及那鼎内的神术之力？这力量太过狂暴，仍是需要炼化一番，但已经成功了，能成功将这力量弄到这黑鼎中来，多亏了几位小友，多谢了。是血魔尊对楚风4人抱拳说道。魔尊大人，这都是属下应该做的。张岩峰3人自然不敢接受是血魔尊的道谢，所以吓得赶忙半跪在了地上，向是血魔尊回礼。魔尊大人，我族在祖武星域内遭受奸人所害，还请大人为我们做主。而张岩峰更是趁机说起传承之事，你们3个会成为老夫的传承者，我会将完整的噬血魔功传授于你们3人，而你们族人也可以在这里进行修炼。我这个地方就是专门为修炼是血魔功之人打造的，你和你们的族人在此修炼修为都会大涨，但至于外面的恩怨，则要你们自己解决，老夫不会插手。是血魔尊说道。多谢魔尊大人。张岩峰3人大喜，尽管是血魔尊说那些恩怨让他们自己解决，可是完整的是血魔功便足以让他们为之兴奋，更何况是血魔尊还容许他们留在这里修炼。他们此时已经预感到自己未来的修炼速度会突飞猛进，怎么会不高兴？怎么可能不兴奋？小科巴，我有事要与楚风小友说一下，你先带着这3个人出去吧。忽然是血魔尊对王强说道。哇，老东西，你要干嘛？王强的眼中涌现出谨慎的目光。和你无关，赶紧出去吧。
是血魔尊说话间，探手一抓，王强手中的令牌便落入了他的手中。紧接着，一道黑色的结界门浮现，那结界门涌现出了吸力，直接将王强、张岩峰、张世瑞以及张博义4人给吸了进去。此一时，这方天地之中便只剩下了楚风以及是血魔尊2个人。是血魔尊他浑身上下缠满了绷带，那个样子还真是有些恐怖。再加上他那强大的实力以及这不太好听的名头，楚风与这样的一个存在单独待在一起也是有些不自在。不知前辈有何事？楚风问道。老夫想知道你进入暗黑之门后发生的事。是血魔尊说道。此话一出，楚风表面波澜不惊，可是内心已是掀起惊涛骇浪。他觉得是血魔尊不会平白无故的问这件事，他定有目的。前辈，暗黑之门是个考验，进入其中之后，里面有着一些阵法，除了阵法便没有其他了。楚风说道。楚风小友，原来你也会撒谎啊！老夫还以为像你这种忠肝义胆的人不会撒谎呢。是血魔尊发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声，且话到此处，他竟然弯腰屈身，对着楚风施以大礼。前辈，您这是做什么？楚风问道。感谢楚风小友对老夫的帮助。说完此话，是血魔尊便站起身来，继续说道。只是老夫在这虚空神树之中等了这么多年，其实并不只是为了偷取虚空神树的力量，而老夫真正想要的东西，此时应该就在楚风小友的体内。楚风小友，你对老夫是有恩的，但是非常抱歉的是，如今你体内的东西，老夫必须要。枪！是血魔尊此话刚刚说完，楚风则是手腕一转，一把血红色的长剑出现在了手中。当邪神出现之后，那血红色的气焰也是立刻浮现，伴随邪神剑而来的，不仅是天空中的血云，更是那强大的力量以及可怕的气息。邪神剑的气息是一种来自地狱的气息，令人胆寒，令人畏惧，令人闻风丧胆。此时更是威慑四方。楚风从一开始就直接催动了邪神剑的力量，毕竟他面对的乃是血魔尊，一个从远古时期存活下来的怪物，他不敢有一丝的大意。这把剑还真是有点东西。王强那个小磕巴没有骗老夫，当然能有这样的魔剑在身，你也是不是一般人？尽管是血魔尊的话语，怎么听都像是在夸赞邪神剑的厉害，可是他却没有表现出一丝恐惧，甚至还有些轻蔑。前辈，晚辈无心得罪，只是前辈的话让晚辈有些不安，所以这才拔剑自卫罢了。楚风说道。你没有多想，我的确要对你做一些不利的事情。其实你应该知道那个东西的厉害，但你却不知道，其实你根本无法驾驭它，你也不配得到它，与其浪费它，还不如将它交给老夫。是血魔尊说道。这么说来，前辈知道他来自何处？楚风问道。事到如今，楚风心里明白，他瞒不住这是血魔尊了。准确来说，从一开始是血魔尊就看透了一切，与其继续隐瞒，还不如问个究竟，看看从是血魔尊的口中能否得知一些关于那小女孩的事情。你想死个明白也好，就算不看在小磕巴的面子上，看在你帮过老夫的份上，老夫也应当让你死个明白。关于远古时期的事情，想必你听过不少传说，但传说只是传说，不代表是事实。但老夫所要讲的是，则是事实，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实。我们那个时代被你们称为远古时期，而其实早在我们那个时期之前，还有一个更古老的时期，那才是修武者真正的起源。而我们称那个时代为太古时期。太古时期，听得这4个字，楚风内心一颤。就如是血魔尊所说，楚风的确听闻过不少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但那至少传说到底是真是假，没人知晓。可是血魔尊他是来自远古时期的人物，他所说的话多半是真的。远古时期对于楚风他们这些人来说，乃是非常神秘的，因为很少发现远古时期强者的踪迹，所以对于远古时期的事情，人们并不了解。他们只知道远古时期有着许多强大的修武者，至今为止，很多强大的至宝以及强大的武技，甚至是兵器，都是传自远古时期，所以公认的远古时期的修武者是强于这个时代的。但楚风万万没有想到，在远古之前，竟然还有一个太古时期。关于太古时期，其实很多事情也都是传说，但有一些事情已经得到了验证。话到此处，是血魔尊忽然用手按住了头，尽管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楚风却能感觉到他很痛苦。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一会后，才开始缓解。是血魔尊缓解之后，叹了一口气，这才继续说道：“我这脑袋又忘记了。楚风小友，实不相瞒，老夫受过创伤，远古时期的记忆经常忘记，很多事情我也记不清了。哪怕脑袋好的时候能够忽然想起来，但过不了多久也会立刻忘记。所以抱歉了，楚风小友，不能让你死得明白了。”是血魔尊说道：“前辈，您还是让我死个明白吧，我不用您告诉我太古时期的事情，哪怕远古时期的事情也不必说，你至少告诉我，我体内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吧。”楚风问道。“不是不说，是真的记不起来了，老夫没必要骗你。”是血魔尊说道。看着这样的是血魔尊，楚风也不确定他是真的忘记了，还是忽然不想说了。但楚风能够确定的是，这是血魔尊，怕是要对付自己了。想到这里，楚风猛然挥手，那手中的邪神剑随手而动，划破长空，血红色的剑气呈半月状，似风似光，但却凌厉非常，凶猛至极，直奔是血魔尊而去。可就是如此剑气，那是血魔尊却是动都未动，手掌随意的一挥，刹那间一股强风席卷而来。莫说楚风释放而出的剑气被吹得烟消云散，就连楚风也是被吹得倒飞而去。一时之间，飞沙走石，万物碎裂。楚风更是重重地撞在了墙壁之上，在那坚硬的岩石上留下了一个深邃的巨坑。这力量，楚风暗叫不好，这是血魔尊的力量，远比他想象的还强，恐怕比小女孩所打造的世界内那个妖王还要难以对付。只是这点本事吗？只是这点本事，
是如何通过考验的？难道说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东西对自己考验的标准都降低了吗？是血魔尊再度开口，他看似自言自语，可实际上却是在嘲讽楚风，嘲讽楚风太过弱小。猛然间，血雷涌现，楚风再度发动攻势，这一次的剑气之中已是出现了血雷。然而那是血魔尊却是叹息一声，紧接着再度挥了挥手，又是一阵劲风席卷开来。这风看似寻常，实则无可匹敌，哪怕楚风运用邪神剑的全力一击也是不敌。那掺杂着血雷的剑气再度被吹散开来，而靠在岩壁上的楚风被那狂风吹中，只感觉自己浑身的骨头都碎裂开来，连灵魂都受到了重创，鲜血喷洒而出。楚风感觉自己已经快要丧失了战力，哪怕邪神剑在手也是难以再战了。楚风想过自己可能会输，但没有想到居然败得这么快。但楚风还来不及感叹，一只手便出现在了楚风眼前，是血魔尊。是血魔尊竟来到了楚风身前，距离楚风不过3米的距离。去死！楚风咬紧牙关，用尽浑身的力气，再度挥动手中的邪神剑，刺向了是血魔尊。这一次速度极快，剑光闪过，正中丹田，刺中了。只是这一剑刺下去之后，楚风只感觉好像刺中了坚不可摧的屏障，不仅未能伤到那是血魔尊，反而震得自己手掌鲜血淋漓，不是整条手臂都被得皮开肉绽，宛如毁掉了一般。这剑你以后还是别用了。是血魔尊抓住了楚风的邪神剑，而他抓住的那一刻，楚风能够看到肉眼可见的力量自是血魔尊的掌心溢出，覆盖了邪神剑，并且融入邪神剑之中。那是结界之力，非常强大的结界之力，在圣袍之上的结界之力。神袍界灵师楚风满眼的惊讶，同时也是惊呼出口，而那是血魔尊则是淡淡一笑，且说出了2个字：真龙。真龙。听得这2个字，楚风内心骇然大惊，旋即问道：真龙界灵师，看来倒也有点见识。是血魔尊说道。当从是血魔尊口中确定了这个答案之后，楚风整个人就像是被击溃了一样，绝望，实在太绝望了。在祖武星域，圣袍界灵师已是最强，至尊境也是最强，可是眼下出现在楚风面前的却是一位真龙界灵师。真龙界灵师，楚风是知道的，在与龙轩大师接触的时候，楚风与龙轩大师交流了不少，期间楚风也是咨询起关于界灵师的事情，而从龙轩大师口中，楚风得知神袍界灵师并非是界灵师的最强境界，在神袍界灵师之上还有更为强大的境界，那便是真龙界灵师。真龙界灵师有多强？真龙界灵师的界灵之术可以释放出毁天灭地的力量，真龙界灵师的战力更是堪比真神境强者的战力。想一想，在一个至尊境为王的地方，半神境都是传说的地方，遇到了一个真神境的高手，这叫楚风如何抗衡？难怪连强大如邪神剑也无法与对方抗衡，这便是远古时期的修武者，站在修武界最顶尖的力量。此时楚风能够看到，当时血魔尊的结界之力涌入邪神剑之后，邪神剑的力量被封锁了，缠绕楚风的血红色气焰以及邪神剑剑体所释放的血红色气焰全部都消散开来。绝望，实在太绝望了。实力悬殊的对决，楚风经历过许多，但这一场绝对是实力相差最大的一场对决。哪怕邪神剑的力量如此强大，可在眼前这位面前却不值一提。本来楚风之前还觉得凭借邪神剑的力量自己还有可能获胜，直至此时他才明白自己是多么的荒唐可笑。楚风，你现在知道自己的弱小了吗？你应该知道你配不上你体内的东西了吧？是血魔尊讽刺的声音响起。要杀要剐随便，哪来这么多废话？话到此处，楚风嘴巴一张，一道口水便吐了出去，吐中了。那口水落在了是血魔尊的脸上。是血魔尊并没有生气，毕竟他从一开始就没想躲，否则楚风怎么可能吐得中他？在宣泄最后的愤怒吗？你越是这样，越是显得你弱小。强者是靠拳头说话，而不是口水。是血魔尊说道。你到底杀不杀我？楚风怒声问道。说实话，你是个人才，各个方面老夫都很欣赏，若不是那小磕巴是4凶神体，与老夫完美的契合，老夫真的想让你做我的承载者了。但是可惜啊，谁让你被他选中了？谁让你得到了他？他可是老夫梦寐以求的东西。不过没关系，老夫可以替你拥有他，将他交给老夫吧，哪怕你死了也死得光荣，是死得其所。是血魔尊说话间便将手掌按在了楚风的胸口之上，下一刻楚风便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尽管是血魔尊的手掌只是按在了楚风的胸口，可楚风却感觉是血魔尊的手掌穿透了他的灵魂，是血魔尊在剥夺他体内那小女孩的力量，要硬生生的将那力量从楚风体内剥离，然后夺取。而在这过程中，楚风必然会死亡。死亡，这是真正的死亡。楚风已经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降临在了自己的头上，死了，这一次是真的要死了。面对这样强大的存在，楚风知道没人能救得了他，就算他的父亲，就算他的母亲，就算他的爷爷在这里，他也是束手无策。没有办法，只能怪楚风太过倒霉，遇到了一个如此强横的存在。很快楚风便失去了意识，昏迷了过去，而他生命的气息也是越来越弱，甚至可以说楚风现在已经是半死状态，他的性命已经丢掉了一半，并且很快他的灵魂便会彻底被撕裂粉碎，他也将彻底的死去，死在这位能从远古时期存活到现在的怪物手里。可是忽然间，在楚风的身上出现了一道雷霆，这雷霆不仅光芒四射，神圣无比，最主要的是气息极强。而如这般的雷霆以球体呈现，正在向外扩散，很快便覆盖楚风全身，如铠甲一般将楚风包裹封锁。但它又不是铠甲，因为它仍在不断扩散，携带着那毁灭性的力量向外扩散，欲要毁天灭地，毁灭一切。
不好！看到这一幕，那是血魔尊也是神色大变，赶忙放开了自己的手，并且暴退而去。死亡！是血魔尊在楚风身上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若是继续下去，楚风不会死，但是他却可能会死。而奇怪的是，当时血魔尊退后之后，那已经开始向外扩散的雷霆竟然又开始收缩，最终回到了楚风体内，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就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但却给是血魔尊留下了极大的阴影。好厉害的守护大阵！那气息不是我那个时代的，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修武者，修为恐怕不弱于现在的我，甚至可能要在现在的我之上。这个小鬼到底什么来头？身后竟有这样的人撑腰，并且在他身上留下了如此威力的守护阵法，到底是何人布置？虚空神术，这么多年都无人得到你的认可，为何你就偏偏选中了这个小鬼？该死！该死！该死啊！是血魔尊愤怒地咆哮起来，在他的声音中充满了不甘。本来他以为自己心心念念想了多年的力量终于可以得到了，但没有想到他低估了眼前的楚风。他没有想到在楚风的身上竟然留下了如此强大的阵法，而他所希望的一切都毁在了这个阵法上面。他若继续对楚风下毒手，那阵法必然会发挥出真正的威力，那阵法的威力非同小可。是血魔尊也是非常忌惮，他觉得若是楚风身上那阵法的力量真的释放出来，他可能会死，也可能不会死，但他不敢确定，也不敢去冒这个险，至少他现在不敢。愤怒了许久，是血魔尊的情绪才有所缓解，他再度将目光投向楚风。好啊，小鬼，原来是身上有高人留下的守护阵法，难怪如此嚣张。不过没关系，待得本尊恢复真正的力量，你身后的那个人也保不住你。虚空神术的力量，本尊要定了，在此之前，你先替本尊好好保管吧。是血魔尊咬牙切齿地看着楚风，并且说出了这番话。他并不怕楚风听到，因为他知道楚风根本就听不到他现在所说的话，所以他说的也是他的心里话。这虚空神术的力量，他是必须要得到的，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哪怕屠戮众生也要得到。尽管他的记忆受损，让他也记不太清这虚空神术的来历，可他却知道这虚空神术是他必须得到的力量。先前楚风、张岩峰三人灌输到他体内的，不过是他这么多年从虚空神术之中偷取的力量而已，并不是虚空神术真正的力量。但楚风不一样，他很清楚，楚风的体内、楚风的经络中、楚风的血液中潜藏着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那便是神术的力量。楚风不知道是血魔尊所想，也不知道是血魔尊所说的话，同样的，他也不知道自己的体内原来还有着那样强大的阵法，强大到连真神境的高手都畏惧的阵法。而那座阵法乃是他的父亲楚轩辕留给他的，只不过楚风并不知道这一切。楚风的记忆中只记得他被是血魔尊袭击了，是血魔尊强大到无法战胜，是血魔尊拥有着浩瀚修武界最强大的力量，真神境的武力，真龙级的结界之力。楚风本以为自己死定了，因为他是如此的痛。这么多年来，楚风承受了无数磨难，经历过无数种痛苦，这种磨砺之下，哪怕肉身撕裂，楚风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但是这一次的痛却让楚风难以忍受，这是他人生中所承受的最痛的一次，这是撕裂灵魂的痛。可是渐渐的，楚风那弥漫全身的痛开始减缓，并且最终彻底消散，而原本无法动弹的身体也随之恢复了。楚风睁开双眼，观察周围的一切之后，他确定了一件事，他没有死。不仅没有死，他体内那小女孩的力量依旧存在，那力量并没有被是血魔尊剥离出去，而是血魔尊就坐在自己的身旁。尽管是血魔尊的身上仍然缠着血淋淋的绷带，看上去是那样瘆人，可他此时给人的感觉却是如此的安详，就像是一个和蔼的老爷爷在等待着自己的孙子苏醒一般。就连刚刚差一点被他杀死的楚风，看到此时的他竟也没有那么恐惧了。你醒了。见楚风苏醒，是血魔尊发出了淡淡的笑声，他的目光竟还充斥着关切。你没有杀我？楚风问道。我为何要杀你？是血魔尊反问道。你不是想要得到我体内的力量？楚风问道。想，当然想，可是100万年了，没有一个人曾得到过那力量，如今那力量选择了你，便说明只有你配拥有那力量，老夫夺来又有何用？是血魔尊摇了摇头。那你刚刚？楚风不解，毕竟是血魔尊刚刚对他出手，可不像是假的。楚风感觉到的杀意是真的，他是真的，差一点被是血魔尊所杀死。我不过是想试探一下你，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资格得到这样的力量。最后的结果想必你也知道了，你没有让老夫失望，你那誓死也要守护那力量的决心是常人所不具备的，所以这个老夫对你的考验你通过了。是血魔尊说道。前辈都说点到为止，你这考验也未免太残忍了吧。我先前真的觉得自己快死了，不，我觉得我已经死了，我现在能够活着都是奇迹，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居然还活着。楚风说道。若是不真一点，你这样聪明的小鬼岂不是会看穿老夫的意图？想必他对你的考验与我相比更为狠辣吧。是血魔尊问道。而楚风也知道是血魔尊所指的他应该就是小女孩。楚风想了想，虽说小女孩对自己考验的时候并没有如是血魔尊这般真的要夺取自己的性命，但是小女孩的考验却也非常的危险，自己若是走错一步便已经死在了小女孩的手中，那是人性的考验。想到这里，楚风对于是血魔尊的话反倒是认可了。是血魔尊说的很对，那小女孩的考验的确更加凶险。前辈，那您现在能告诉我体内的力量究竟是什么了吗？楚风问道。虚空神术。是血魔尊说道。虚空神术。楚风有些惊讶，您是说它是虚空神术？对，正是虚空神术，就是你所见到的那棵参天大树，真正的力量
是血魔尊说道。楚风没有说话，可是内心却不平静了。楚风很是意外，他虽然知道小女孩和虚空神术有关系，但楚风之前真的没有想到，那小女孩就是虚空神术。但是仔细想一想，似乎也解释得通，那小女孩可以操控一切。当时楚风还在与小女孩进行融合，神之大殿内发生了其他势力欺凌楚氏天族的事情，是小女孩掀起了神之大殿内的震动，将在虚空之座上修炼的楚氏天族族长等人唤醒的。由此可以证明，小女孩的确也是拥有着可以控制虚空神术的力量。其实虚空神术只是她伪装自己的一个名字罢了，准确的说，你得到的乃是神之力量。是血魔尊说道。神之力量，听得此话，楚风目光大变，是真正的神之力量，可不是真神境可比的。是血魔尊说道。楚风惊讶无比，真神境对于现在的楚风来说可以说是遥不可及，而楚风刚刚在是血魔尊的身上也多多少少见识到了一点真神境的力量，那的确是强大到令人绝望的力量。而按照是血魔尊所说，那小女孩的力量不是比是血魔尊还要强，所以我体内的力量比前辈还要强。楚风问道。当然比老夫强，根本就没有办法比。不过楚风啊，其实刚刚老夫骗了你。忽然是血魔尊说道。前辈，您骗了我什么？楚风问道。现在的我并不具备真神的力量，同时也不具备真龙界灵师的力量。是血魔尊说道。这样吗？那前辈您现在是暗神境的力量和神袍界灵师的力量？楚风问道。勉强算得上吧。是血魔尊意味深长的笑了笑，且补充道。但老夫曾经的确拥有过真神境的力量，也拥有过真龙界灵师的力量，而我迟早也会恢复真神的力量，同样也会恢复真龙界灵师的力量。不，准确来说是王强。接下来老夫就会与王强融合，接下来老夫会辅助他成为真神境的高手，辅助他成为真龙界灵师。所以楚风，你的兄弟有老夫这样的人辅佐，你是不是很有压力？是血魔尊问道。还真的有压力，不过前辈，我楚风也会努力的。真神境也同样是我楚风的目标。说来前辈可能会觉得可笑，其实哪怕真神境也不是我的最终目标，我楚风真正想成为的不只是真神境的修武者，而是这个世界上的最强。楚风说道。最强嘛？是血魔尊的目光也是微微有所变化了。想成为最强这种话，许多人都说过，但大部分都是吹牛的，或者是在妄想。但当楚风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却觉得楚风是认真的，让前辈见笑了。楚风也觉得自己的话有点狂妄，但他还是补充道：可最强便是我的目标，为何要成为最强？是要全天下的人都对你俯首称臣吗？是血魔尊问道。不是。楚风摇了摇头。那是为何？是血魔尊问道。唯有成为最强，才能守护我想守护的人，否则总有人可以欺凌于我，总有人可以动我想守护的人，这种隐患让我不安。楚风说道。所以你成为最强的意愿来自于你有想守护的人？是血魔尊问道。不瞒前辈，我的至亲曾被人屠戮，一个都没有留下，那种无力的感觉，那种痛心的感觉，晚辈铭记于心，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尽管后来发现他们并没有死，并且他们也活了过来，但我还是不想再去品尝那种失去至亲的滋味了。可修武者的世界太残酷，哪怕我不招惹别人，别人也会来招惹我。哪怕走在路上不言不语，别人一个不顺眼，也可能遭致杀身之祸。若想置清于安宁，我便必须成为最强。楚风坚定地说道。楚风此时说的乃是真心话，也是一直以来的目标。当初在九州大陆的时候，因为楚风得罪人，导致楚家被屠，那是楚风一生的痛。尽管在他父亲楚轩辕的帮助下，楚家人活了过来，弥补了楚风犯下的错误，可那件事，那种痛却都真实的发生过，也都深深的印在了楚风心里，对楚风影响极大。楚风，告诉你一件事吧。是血魔尊说道。前辈请讲。楚风说道。倘若你有想守护的人，那现在的你真的需要努力，加倍的努力，拼命的努力，因为现在的你实在太弱小了，你自己都还在被他人守护着，你能守护谁啊？若只是这种程度，当真正的劫难降临的时候，你就不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面临死亡而无能为力，而是眼睁睁的看着你的家人面对死亡而无能为力。刚刚我对你下杀手的时候，你感受到那种绝望了吧？是血魔尊问道。楚风点了点头。你需要明白，拥有老夫这种能力的，在这个修武界上可不在少数，不是强者少，而是你们太弱了。你若不努力修炼，你的家人、朋友，包括你喜爱的人，都会承受那种绝望，并且那个时候不是考验，而是真正的面对死亡。老夫可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至少这番话，老夫在与你掏心掏肺告诉你的也都是实话。话到此处，是血魔尊将放在地上的邪神剑抓来起来。这把魔剑之内有着一只恶魔，你知道吗？是血魔尊问道。晚辈知道。楚风说道。但他被封印了，你知道吗？是血魔尊问道。前辈所说的封印是什么时候？楚风问道。应该没过几年吧。老夫若没有猜错，你之前使用它的时候，那恶魔可不会乖乖的把力量借用给你，但是现在它除了对你的身体造成反噬之外，却无法真正的伤害你，对吗？是血魔尊说道。前辈，您是怎么知道的？楚风感到惊讶，因为是血魔尊全都说对了。在之前每次使用邪神剑，邪神剑都会吞噬楚风的灵魂，想要占据楚风的肉身，但是现在虽说邪神剑还会对楚风造成反噬，但是那邪神却消失了，同时他也不会占据楚风的肉身，因为他被封印了，并且老夫能从魔剑上的气息感受到，这魔剑跟了你有一段时间了。老夫若没猜错，他应该曾伤害过你，想要夺取你的肉身，我说的对吗？是血魔尊再度问道。对。楚风点了点头。但是在这期间，他却被封印了，所以现在的他无法夺取你的肉身了。是血魔尊说道。前辈，那您可知道
他是如何被封印的？楚风很好奇，邪神剑为何忽然变成了这个样子？自然是被修武者所封印的。是血魔尊说道。是谁？楚风追问道。这么长时间来，邪神剑一直在楚风身边。楚风真的是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时候，有什么人接触过这把邪神剑？你都不知道，老夫又怎么会知道呢？我能感受到你的气息，却感受不到那个人的气息，只能说那位的实力深不可测呀。在这个时代，谈不上最顶尖，但也是佼佼者了吧？是血魔尊感叹道。前辈，您真的不知道是谁吗？而听到是血魔尊这番话后，楚风则是充满了好奇。若不是血魔尊说，他都不知道原来有这样的高手出现在过自己的身旁，还帮助自己封印了邪神剑。帮助，这的确是帮助。若不是帮助，怎么可能会封印邪神剑，又不带走邪神剑？这不就是想让楚风用邪神剑的力量保护自己吗？所以楚风越想越好奇，非常想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你都不知道，老夫又怎么会知道？是血魔尊摇了摇头，随后又看向楚风。所以看你这个样子，你身上的阵法你也不知道了。阵法？什么阵法？楚风继续问道。那你认识的人中，可否有接近真神境的高手？是血魔尊问道。没有啊。楚风是深思熟虑之后才有这个答案的。老夫懂了。忽然是血魔尊笑了，随后对楚风说道，既然对方不想让你知道，那你也就别猜了，时机到了，真相自然明了。至于这把魔剑，老夫帮你封印了。老夫这样做是为你好，你不能依靠外力，你要依靠你自己。当然也不是说一直不让你依靠外力，至少现在的不行，若是让你对他产生了依赖，对你日后的修炼可是非常不利。是血魔尊说道。前辈，晚辈发誓，除非危难关头，否则我绝对不使用这把邪神剑的力量。楚风深知现在的自己还太过弱小，尽管邪神剑无法与是血魔尊这等存在抗衡，但在祖武星域还是非常强大的。有这把剑在身上，楚风不仅可以保护自己，更是可以保护他的朋友和亲人。老夫不会一直封印他的力量，待的时机成熟自会解开，这点你放心吧。老夫封印他，只是想让你心中少了这份依赖，没了这份对其他人、对其他事物的依赖，对你修炼来说，只是有利不会有害。是血魔尊说道。楚风有些为难，虽然是血魔尊是为他好，可却也是抽掉了楚风一张保命的王牌。小友，还是那句话，时机到了，封印自会解开。你现在可能会恨老夫，但你日后会感谢老夫。是血魔尊说这话的时候，楚风能够感觉到他的态度很坚决。好吧，那便依照前辈所说。看着那不肯解封的是血魔尊，楚风还是妥协了。前辈，那您可否再详细的与晚辈讲讲关于这虚空神树的事情？它到底从何而来？为何拥有如此力量，却落于大千上界呢？楚风问道。楚风，老夫真的不骗你，对于远古之前的事情，老夫记不清了。原本刚刚还记得一些，但是现在却记不得了。你只需要知道，此时在你体内的那虚空神树的力量，是所有修武者都想得到的力量就可以了。所以不要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哪怕至亲之人也不要提起，知道吗？因为这不仅仅是在保护他，也是在保护你自己。是血魔尊说道。多谢前辈提醒，晚辈定会将这件事保密。楚风抱拳道谢。这就对了。是血魔尊满意的点了点头。老夫所修炼的乃是血魔功，对你帮助不大，而我这里虽然是修炼圣地，但也只是对修炼了是血魔功的人来说才是修炼圣地，对你无用。但你帮了老夫那么大的一个忙，并且还承受了老夫那样的考验，老夫也总该给你一些帮助，这个便赠送于你了。是血魔尊说话间，从怀中的纱布中取出了一物，那是一个鸡蛋大小的玻璃球，玻璃球之内黑云滚滚，狂风阵阵，那竟是一方世界。那世界之中，大地荒凉，生机难寻，阴森恐怖，宛如地狱。但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内，却有着一个强大的存在，那是一物可怕的生物。它浑身为蓝色，身上布满了伤口一样的血痕，那个样子倒是与是血魔族的族人相差不多，但它却不是人，它是一个魔物。它虽是人的体型，但头上却长着两个巨大的犄角，那一个如射牛一般巨大的犄角，那犄角很大，大到如它的身高相同。而在它的背后，还有一双巨大的羽翼，如蝙蝠一般的巨大羽翼，而这羽翼更大，是它身躯的10倍之多，并且它浑身上下都缠绕着黑色的气焰，那死神一般的目光让楚风知道这是一个真正的魔物。但偏偏在这魔物身上，楚风又感受到了另外一种东西，技法。前辈，这是秘籍？楚风问道。的确是秘籍，这秘籍乃是老夫在巅峰时期打造而成，我将它命名为魔尊灵式。这秘籍对于现在的你来说，应该有着不小的帮助。老夫可以帮助你将它封印在你的体内，但能否征服它，使用它的力量，则是看你自己了。是血魔尊此话说完，咔嚓一声，他便将手中的玻璃球捏碎。猛然间，滔天的黑色气焰自那粉碎的玻璃球之中释放而出，瞬息充斥了这方天地。与此同时，那玻璃球内的魔物也是出现在了半空之上。此物出现在眼前，比楚风想象的还要巨大，身高足有1000米，而那羽翼则长达万米。但最重要的乃是他身上所散发的气息，那不仅仅是强大，而是死亡，那是死亡的气息。是血，你要将本尊交给这等废物！浑厚且霸道的声音响起。那魔物看向是血魔尊，目光之中充斥着不满。楚风小友，天赋异禀，人品极佳，未来之成就深不可测。他做你的主人，你能有机会辅佐他，这是你的造化。是血魔尊说道。放屁！本尊怎会屈辱于此等弱者？话罢，那魔物手掌一挥，磅礴的气焰便化作镰刀，向楚风挥砍而去。他出手的速度太快，攻势更快，楚风根本什么都没看到，但却在那一刻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只不过很快，死亡的气息便消散了。楚风看到是血魔尊的手臂抬了起来，因此楚风断定先前的危机定然是血魔尊帮他解除的。胆敢拦我，你也要死！那魔物
竟然要向是血魔尊发动攻势，这件事由不得你。是血魔尊说话之时，自其掌心摊开，自其掌心之中便涌现出了磅礴的吸力。这一刻，周围的万物除了楚风之外，都开始被卷入是血魔尊的掌心之中。不仅仅是吸力，就仿佛在他的掌心蕴藏着一个世界，可以吞噬一切。在这强大的力量面前，那覆盖天地的黑暗气焰都被卷入了是血魔尊的掌心，就连那不可一世的魔物都是化作了气焰，涌入了是血魔尊的掌心。见到这一幕，楚风再次感叹：是血魔尊的力量，这等力量，想必真的可以轻易的毁灭一方世界了吧？暗神境已是强大至此吗？那真神境和真龙界灵师又到底强大到了何种地步？楚风忍不住去想，同时也在此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这么多年来，楚风一点一点修炼，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可不曾想，在真正的力量面前，他竟仍是如此的渺小。楚风小友，接好了。此时，是血魔尊的声音响起。当楚风反应过来之时，是血魔尊的手掌已是按在了楚风的额头之上。楚风能够感觉到一股冰冷的气焰自楚风的额头涌入楚风的体内，融入自己的灵魂。是那不可一世的魔物进入了自己的体内，这家伙的力量还真是有点强。楚风如今也算是掌握着多个秘技的修武者，楚风也知道，随着修为的提升，秘技的力量也会减弱。就比如楚风的远古战剑和远古战斧，这两个秘技融合之后，在尊者境之前，可以让楚风提升一品战力，但那只是在尊者境之前。哪怕在武仙境的时候，远古战剑和远古战斧都还具备着增强战力的力量。但是自从到达了尊者境之后，一切就都改变了。尽管现在的远古战剑和远古战斧仍具备着很强的杀伤力，但却已经无法让楚风提升一品战力，这便是境界的区别。随着境界的增强，一些手段便不可避免的变弱。就像是在低境界的时候，很多兵刃能够增强战力，某些至宝能够提升修为，但是随着境界增强，那些兵刃和至宝则是会渐渐的变弱。不仅是兵刃和至宝，武技也同样如此，而秘技也难逃这种命运。但此时是血魔尊赠予楚风的这个秘技，却让楚风精神一振。尽管楚风无法确定他究竟有多厉害，但楚风却能确定另外一件事，这秘技的力量绝对是在远古战剑之上。只是奈何楚风现在还没有彻底与这秘技融合，所以楚风只能感受到这秘技很强，但却不知道具体有何作用，到底有多强，更是无法使用这秘技的力量。若想要彻底融合，就必须这秘技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楚风，封锁自己的意识，全心全意地将自己的力量交给楚风才行。废物，你就算将本尊封于你这废物的体内，也永远也不配使用本尊的力量。快放本尊出去，否则本尊便吞了你的灵魂。忽然刺耳的咆哮响彻开来，是融入楚风体内的秘技魔尊灵视。果然他根本就不愿意与楚风配合，也可以说他根本就是看不起楚风，否则他也不会如此的狂妄。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不愿意将你的力量借我使用？楚风问道。就你这种废物，还真想得到本尊的力量？你问问你自己，配吗？魔尊秘技的声音再度响起。很好，楚风淡淡一笑，也不与他废话，而是意念一动，一股力量便向那秘技席卷而去。你这混账，你对本尊做了什么？那魔尊秘技的声音忽然开始变得有些惊恐。你竟然封住本尊的嘴，本尊要杀了你，要将你碎尸万段。很快那魔尊灵视的声音便彻底从楚风的耳边消失了。虽然能否得到他的力量，还需要看他是否愿意与楚风彻底融合，而只要他不愿意的话，楚风便无法使用他的力量。但是楚风却有着让他闭嘴的本事，这倒也多亏了是血魔尊，毕竟这个秘技实在非同小可，本身的力量当真是有些强横。若不是血魔尊帮助楚风，楚风靠自己根本无法将这秘技融入到自己体内。但只要融合入了自己体内，楚风就有了一定掌控权。就算楚风无法得到那秘技的力量，但却也可以压制他，至少不会让他在自己的体内放肆。怎么样，这个家伙是不是有点东西？是血魔尊看着楚风，他知道只要将那秘技灌入楚风体内，楚风便一定能感受到那秘技的厉害，的确是难得的强悍秘技。多谢前辈赠予。楚风抱拳道谢。自从老夫将他创造出来之后，便一直想给他找一个主人，只是这个家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收服的，所以这么多年来都没能找到合适的人。不过老夫觉得你小子有这个本事收服他，但是老夫还是要提醒你，这个家伙可不是那么容易收服的，你可要多费一些心思才行。是血魔尊说道。晚辈不才，但晚辈觉得晚辈迟早可以将他收服。楚风说道。好，年轻人就是要有这份底气。楚风小友，这个地方是老夫专门为修炼和生存打造而成，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其实你在这里久留队你也并不好，所以去与王强他们道个别吧。是血魔尊说话间便打开了一道结界门。前辈，那您何时与王强进行融合？楚风问道。其实楚风仍然放心不下，尽管此时楚风与是血魔尊相聊甚欢，甚至还赠予了自己如此厉害的秘籍，可是血魔尊先前对自己所做的事却给楚风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哪怕是血魔尊以考验楚风为理由，楚风也是无力反驳，但楚风仍觉得那似乎不像是单纯的考验，那种杀心，那抹阴狠都是那样的真实。所以楚风更加担心王强了，他很想亲眼看到王强与是血魔尊融合，否则便不放心。虚空神术的力量还需要进行转化，我与王强融合还需要一些时间，不过就算融合之后也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这点你不必担心，一切准备就绪，我与王强的融合不会出现差池。是血魔尊说道。前辈，其实晚辈有一个问题，您明明不用承载者，力量也如此强横，为何非要用承载者？
承载者有承载者自己的意识，到时候只是在承载者的体内，您还要对承载者进行辅导，这样不仅没了自由，对于您这样的强者来说，岂不是很不划算？楚风问道。我与王强融合的原因，王强应该与你说过了吧？看来楚风小友是不放心老夫。是血魔尊忽然说道。晚辈不敢，晚辈只是仍有不解。楚风自然不会承认他对是血魔尊的怀疑。没关系，你想知道，老夫可以告诉你，老夫并非人类，所以因为我的身体本质便需要一个承载者。尽管现在的老夫也具备着一定力量，但这种状态却不能一直保持下去。我已经等得够久了，我已经到了极限，并且这还是在这个我特意打造的地方。若是离开了这个地方，我将彻底失去力量，也将彻底死去。所以我必须需要一个承载者，只有拥有了承载者，我才能继续活下去，才能进入真正的修武世界。你也可以理解为，老夫现在这样做也是无可奈何。但若是时机成熟，老夫便可以拥有真正的自由，那个时候便不再需要承载者，我与承载者将分道扬镳，各自安好。但这需要的契机很多，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而最令人无奈的是，当我与王强融合之后，老夫的力量虽然仍在，但却无法使用。接下来的路能够依靠的只有王强，老夫若不辅佐他成长，那我便永远无法离开他。唯有他强大了，老夫才有机会脱离他，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肉身。至于王强的安危，你真的不用担心，老夫不会伤害他，因为老夫不仅仅是需要他，老夫也很喜欢他。是血魔尊解释道。多谢前辈提点，楚风说道。随后楚风又与是血魔尊闲聊了几句，这才从那结界门内走了出去。楚风再度见到王强，并没有提醒什么，也没有与王强讲述是血魔尊考验自己，差点杀了自己这件事，并不是相信了是血魔尊的话。而我楚风心里很清楚，是血魔尊的强大，若是血魔尊真的要害王强，无论是现在的他还是王强都没有办法与之抗衡，甚至没办法反抗，他们只能认命。所以楚风只能选择相信王强，相信王强可以搞得定是血魔尊。此时那离开这里的结界门已经张开，王强、张岩峰、张博弈、张世瑞、是血魔尊以及是血魔尊的所有人都站在结界前相送楚风。楚风看了看自己的肉身，此刻楚风的肉身竟然开始出现血痕，尽管很轻微，但还是出现了。伴随着血痕出现的同时，也有隐隐的痛感，并且这种不好的状况还在持续，这是排斥现象。这方天地是血魔尊专门为自己打造的栖身之地，的确不适合楚风久留，他真的要离开了。